哎呦，可能吧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啊，我们上仰三线啊，上仰三线。首先，你看，我确定一个花头画在中间啊，画在中间啊。然后你看，所有的枝干从左边一支，右边一支，朝上一支去表达啊，去表达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个旋转的太阳形的一个花头啊，我们画哪里？画在这个地方，那画在这儿，画在这个地方，让它顶起来啊，顶住，一定要画在这个地方啊，画到这个角落里啊，让它顶起来。好，那么我们在画太阳形花头的第一步，开始我们的调色。好，我们一起看一下调色啊。首先呢，这个笔啊，蘸一下太白，太白的这个水给它先泡一泡啊，太白水先泡一泡，然后刮干。太白水先泡一泡，然后刮干。颜色可以调的薄一点，不一定很深啊。对，43开，是的，我最近直播间就是43开的。我们之前早的时候是44开的，然后3开的。下午，救命！好，看这里啊，蘸一下玫瑰红，我的错，蘸一下玫瑰红啊，玫瑰红蘸到整个毛笔的2/3，2/3。蘸一下蘸到整个毛笔的2/3。你看我毛笔怎么调色的？平躺着调色啊，平躺着去调色。好，然后刮干，刮干，刮干。然后呢，蘸一点我们这个啊，蘸一点我们的曙红啊，蘸点曙红。然后呢，蘸一点我们的胭脂，一点点。玫瑰红蘸满整个笔，2/3，还留了一线白，2/3。对，你听着，你能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吗？我说的2/3啊，2/3。好，然后看这里啊，就是你们不用在直播间去跟，因为都会给你们放到课程里吧。因为在直播间跟这边它一个配色啊什么的都跟不上的，因为那样会占用很多的时间。大家就先认真的听课啊。然后看这边，就包括如果你觉得就是你觉得你想后续的，那你接下来经常来看都可以的啊，反正经常都在画啊。好，首先第一步，先画一个圆形啊，对，先画一个圆形。你永远记住，玫瑰红辅色是2/3，一个圆形啊。咱们顺着这个圆形啊，你看，开始去加什么呀？加小瓣，你看我简单的先点几个点，半圆形出来了啊，你看，点，往上拖，拉出一个小瓣，看见了吗？拉出个小瓣。对吧？拉出个小瓣，你看你旁边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。你看顺着这个小圆啊，你看去添，对吧？花瓣去发散啊，去发散。你看向里边点啊，你看添进来一个小笔触，然后你看它这些地方的笔啊，它都是一个顺着这个花心去画啊，顺着花心去画。所以你这个花心呢，有的花呀，有的这个小花心你可以画的大一点啊，有的这个小卷瓣你可以画的大一点。你看它是一个圆形的，这么大。你看顺着它啊，你看，对吧？顺着它啊，没事，你慢慢来好了。对，你看这个小花瓣啊，顺着它去加，你慢慢的啊，把它一圈一圈的给它加圆，就是你手指头可以在那上面比划比划。你看我这个地方大概就那么大一个圆啊，你看，它是一个放射状的啊，放射状。
加点变化，对吧？加点小变化。你看这些地方的小圆，你看给它加出来啊，加一点小小的小圆，再蘸一点我们的曙红。你看啊，向四周去放射，你看这个圆在这里，对吧？你看，其实我在这个地方已经预留出一个什么形状？这样能看见吗？我在这里其实已经留出了一个圆形的球体。刚才不是用手比划了一下吗？比划出一个什么呀？圆形的小球体。是的，所以你们在画的时候啊，就是也要把它画成一个圆形的一个球体去表达。蘸点曙红，你颜色可以深一点。还有一些花瓣呢，你可以去什么去遮挡过去啊。注意了，你看花瓣的一个转折和叠加，你看在这边，你看，哎，看见了吧？是不是瞬间你看这个花瓣它就立起来了？看见了没有？一个向里边立起来的小花瓣，你看啊，叠一下。是不是一个向内立着的啊一个花瓣就出来了，对吧？朝这个地方你看立起来的花瓣，那是一个啊，这是一个花瓣。然后你看继续的，就是顺着这个圆儿啊，顺着这个圆去走，你看它是不是被盖住了？还有一些花瓣呢，可以带一点叠加啊，带一点花瓣，带一点我们的小叠加。你看。把这个花瓣，你看啊，朝里边，你看，笔点一下，叠加进来啊，叠加进来，对吧？向里边去叠加一下，压出一个啊小卷瓣在这个下面。压出一个，你看小卷瓣在这个下面啊，你看，笔尖可以蘸点重色去提一下色，对吧？蘸点重色去提一下，一个啊小小的卷瓣就出现了。然后你看，我们整一个花头，它不是基本上已经轮廓感已经出来了吗？然后注意了，向下、向外、向四周去发散，蘸一下玫瑰红啊，蘸一下玫瑰红。蘸一下玫瑰红，蘸一下曙红，然后所有的花瓣啊，有的花瓣呢是需要什么呀？瘦一点。那么有的花瓣是什么呀？既然要放射，你看，是不是可以压大一点？你看啊，笔像我这样去压，是不是也可以压一压这个大瓣？对不对？是不是可以压一个大瓣出来？看到了吗？一个大瓣一压就出现了啊，然后继续的什么呀？你看向外面给它撑开，要表达出它的一个立体感。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和曙红，颜色加深。你看啊，所有的花瓣都顺着什么画？顺着这个，顺着咱们这个呢。花头的这个位置去表达，花心这一块，你看，直到全部填满为止。其实你只要顺着我们这个呢花的这个周边这个圆形去加，一层层的往外加就可以。你看，加这种小卷瓣。然后我画完这第一层，你们可以截个图啊。等我画完第一层，大家可以先截一个图。画完第一层花瓣可以先截图，你只需要按顺序的把这个周边的小花给它画上啊，按照顺序
按照圆形把周边的花瓣给它画大，你看，穿过来。OK 了，你们现在可以先截一个图，这个花型基本完成，可以先截个图，可以先截一个图啊，截完图打个1，花型基本完成。然后毛笔泡点白色颜料，这个时候毛笔泡点我们的白颜料啊，你看，再调一笔啊，调一笔，颜色一定要调匀啊，家人们。你记得要把颜色调匀，不要糊在一起。加点我们的曙红，调点胭脂一点点。你看开始加什么瓣？每一个还记得我们说过吗？每一个卷瓣都加什么呀？你看，每一个卷瓣都对应着什么？对应着我们的一个翻瓣。是不是每一个卷瓣对应的都是一个翻瓣？你看，加一笔重色啊，把它抠出来，继续添啊，继续添我们。好，你看另外一个翻瓣也是一样，你看朝这个地方，你看点，你看笔尖去拉一下。对吧？笔尖你需要添点重色的时候，一定要把颜色压下去，因为很多人这个地方的重色不添的。你看笔尖向下，你看压一笔重色，朝上翻一笔重色，然后继续，你看在这个缺口处，你看我点一下，慢慢的拉在一起，向上翻一笔，是不是上面这卷瓣又出来了？很多人在画花瓣的时候，他们不加卷瓣的，所以你看。笔尖的重色，你看该添得添，就这胭脂啊，你得放下去。你看我多放点胭脂，是不是？你看我的胭脂都放得下去的，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花瓣又卷着出来了？卷的是不是出现了？继续的啊，就是所有的卷瓣对应的它都有翻瓣啊，但是这个翻瓣要拉长一点就行。你整体的把这个花瓣啊拉得长一点，你看包括这个地方，笔尖一点，你看啊，顺着它一夹，发现了吗？我基本没有去动旁边的花，我基本不动的，基本旁边的花我不去动。你看这个地方也是，笔尖点一下，你看是不是？我旁边这些的粉色瓣我基本没有去抠，因为我需要把它留下来。我需要留下来之后，你看笔蘸胭脂，蘸点胭脂啊，你看去抠什么呀？用胭脂去抠这个瓣，你看，是不是这样会更清楚一点啊？是不是这样会更清楚？你按照你就按照我们的这个花头，你看啊。按照一个花瓣的走势，一个一个抠，一个一个添就可以。你按照花瓣的走势，一个一个去添，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花瓣的卷瓣都一定要相对应的啊，对应着一个叠瓣就可以。你看，一层一层的去加，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点胭脂，胭脂多加点，多加点。对，然后你看另外一个，看到这个地方是不是个翻瓣？看见了吗？这是个翻瓣。你看啊，翻瓣这，你看我点合过来，是不是啊？翻瓣这我把它合过来，你看再沾点胭脂，你看是不是它们俩有个衔接部位？衔接的地方，你看我用胭脂给它点一笔，是不是马上就翻出来了？这样好理解吧？啊？这样是不是很好理解了？就是如果你一定要问我啊，你说这一个花瓣的具体走势去怎么讲，那这个涉及到的这个内容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我就是说顺着圆形去画，顺着圆形去画就行啊，顺着这个小圆球去表达就可以。那你说接下来呢，我们加完第一层花瓣以后呀，那么剩下的花瓣
其实就是把它给加圆了就行了。对，你看这个地方，你看笔尖点一下，你看一半小小的，两半小小的，对不对？其实就把它加圆啊，加圆，看懂了吧？你看所有的卷瓣把它盖起来，加的圆滚滚的啊，你看。笔尖蘸点胭脂啊，再蘸点胭脂，你看，把这个地方抠一抠，是不是？中间抠出来一个小瓣瓣，是不是？单层的花瓣又出现了，我们继续抠。就是这一个花头的整体造型啊，它就是要向四周去发散的啊，所有的卷瓣都是一样，它是要向四周去放射。你看这个地方，点，按一下。啊，按一下，点，你看推开，拉长，是不是拉长？但是你看这一边不是有一个白色瓣跟它俩接触在一起了吗？这样能听懂了吧？你看两个白瓣接触在一起，你看啊，点一下，哎，你看，哎，翻过来，就是当两个一样颜色的花瓣碰到一起的时候，你需要去把它分割一下，不能让它都挨在一起啊。不能让它两个白瓣合在一起就行。然后你看，所有的花瓣都是向四周去放射即可，白瓣和白瓣是不可以合在一起的啊。对你们能够听懂的，麻烦帮我滚一下屏，好吧？啊，对你听不懂的也帮我滚一下屏吧。我们直播间人其实还蛮多，对，大家都在静悄悄的。我们管理员在干什么？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啊，蘸一下，大家静悄悄的。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啊，蘸一下胭脂。然后你看另外一个单瓣啊，你看从这边，你看笔尖点，按一下，啊，再往下按。我们那些刚开始跟我学的家人们啊，你们就是像这种晚上的课，你们就要多听。对，管理员在睡觉吗？我也觉得管理员经常都在睡觉，我们经常找不到管理员。你看啊，向下拉啊，向下拉花瓣啊，一层一层的花瓣我们向下走，包括这个旁边的花瓣也是一样，往旁边走。好，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啊，蘸一下玫瑰红，蘸一下曙红。就是大家如果说你们喜欢这个花头的啊，或者你想学的，你觉得你没有基础的，我们也有零基础的课程啊，我们有零基础的课程的，在这个链接里边啊，你可以去看。那当然，你肯定是没有基础，到基础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的啊，它肯定是要有一个过程的。来，你看继续，你看从这个地方笔尖点一点，你看推过来，啊，按一下。慢慢的往上提啊，慢慢的往上提，是不是一个啊小方瓣就出来了？你看继续的提啊，哎，往上拉啊，往上拉，拉出一个啊小方瓣。你看这个地方比较方，你看点一点，往里边按一下，往里边按一下，你看是不是一个一个小花瓣全部出来了？要让这个花瓣朝外走啊，朝外走，因为大家也不是永远都停留在基础阶段的，有很多我们的同学们已经画得很好了，所以要为大家提高，要帮你们提高，蘸点胭脂。你看啊，持续性的一层层的往外扩，你看这个地方，要慢慢的点，你看，哎，是不是啊？一层层的，一层层往外面扩啊！你们有作业就交啊，交了，然后我看了就行，那最好的。你看。全部往外面撑开，撑开，所有你看这种花瓣，你看感觉它不是很干净的情况下，你就用胭脂去抠，就是你感觉它不是太干净，是的，对，就是你感觉对，想啥时候学都行，因为现在在那个优惠期嘛，然后大家现在可以囤一下嘛，就你看这个花瓣就开始一层层的出现了。蘸一下玫瑰红啊，蘸一下玫瑰红，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。你看，我们继续的把最后一层花瓣给加起来。你看啊，
哎，笔尖点一点，哎，慢慢的往上升，你看啊，点一下，哎，往上升，对吧？一个一个小花瓣就全部出来了。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，蘸一下我们的曙红啊，然后呢，蘸点胭脂。你看，持续性的把所有外面的花瓣全部夹圆，点，按一下，对吧？一层层的向外面扩，向外面去扩张啊，包括这些地方都一样，对吧？一层层的往外面去加啊，把它整一个加得很圆就行了。因为它就是要画成圆形的啊，笔蘸点白瓣。二宝，你干啥呢？这个在课程里，对，在的。蘸一下玫瑰红，好，蘸一下曙红，再蘸点胭脂啊。你看剩下的花瓣啊，你只需要把它一层层的。对，课程里有贵妃茶萃，你看，点，按，哎，你看往外面拉，对吧？一层层的往外面拉出来这个花瓣啊。下面这个卷瓣也是一样，你看，点，按大一点，你看出来一个小瓣，对吧？出来一层层的向外面加。然后呢，要把它加的完整一点啊，越画越完整啊。蘸一点我们的玫瑰红，蘸一点我们的曙红，再加点胭脂。你看，有些花的颜色可以稍微叠加的深一点啊，你看，对吧？可以加的稍微深色一点。你看这个地方点按。对吧？一个一个小花瓣。好，这个地方你看啊，点，压下来，是不是又一个花瓣出来？一层层叠出来，加大一点。朝下的花瓣啊，可以加大。你看，蘸点我们的玫瑰红、曙红，再蘸点胭脂。毛笔注意平躺的调色，注意去平躺调色啊！你看，点，你看，哎。按一下，慢慢的拉过来，笔尖啊蘸一点点胭脂，你看把它分开，开1小时了吗？你看这个地方啊，加一点点啊，你看，我都忘记，我都没有看时间呢。你看加一个小瓣瓣，你看是不是这样一个向四周放射的花头基本就出现了，轮廓感就出来了。好，另外一边也再蘸一点我们的玫瑰红，有多少赞啊？不到8点开播的吗？对，但是对，到8点的时候就已经点够1万了那会儿。蘸一下曙红，蘸一下胭脂，那会儿有1万了，然后我就没注意。然后你看啊，另外一个单瓣在这个地方点一下，哎，一个瓣啊，把它拉长。早上开播。哎，一个一个小单瓣啊，就出来了，起码得10万，骑着马嘛。你看啊，这个地方你看啊，加一个啊大花瓣，给它合进来啊，加一个大花瓣。早上起床的时候拨了一会儿，对吧？这个地方你看花瓣给它卷一下下，绑一起吃鸡腿。你看，对吧？加一个小瓣瓣，加在下面啊。你看这个卷瓣就是合着的啊，合在一起。我随便发的那个吃鸡腿。好，再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啊，蘸一下玫瑰红，蘸一点点玫瑰红。
这个时候颜色可以调薄一点啊，你看我蘸一点那个啥，白色我加一点这种绿色啊，又上点脏色就行，藤黄啊、花青都来一点，五颜六色的啊，蘸一点脏色，调到我们这个花瓣的后边啊，这脏色就是乱，稍微乱一点，你有什么色都行，它将会代替你的白色啊，会代替你的白色使用。好，蘸一下我们的玫瑰红啊，蘸点曙红和胭脂，让整一个花头啊，稍微你看有点渐变的感觉，你看像这下面，对吧？往下面调一调，下面调一点点。然后呢，再蘸一点我们的玫瑰红啊，一点点玫瑰红，蘸一点曙红，加点胭脂，你持续性的去调，让这个花瓣啊翻的多一点，对吧？你看，绝对不够快递的。你看啊，点一下，慢慢的看，往下加啊，往下加，对吧？花瓣你看往下拉，然后调整一些小瓣，你看在周边这些地方，你看。对吧？加一个小小的小碟瓣啊，持续性的去加，就是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把花头画圆就行。你看，哎，对吧？你把它加的圆，这写意，写意啊，墨骨它是，就是你们理解的墨骨，它属于工笔的一种啊。对，这写意呢啊，你看啊，向里边走。木骨你这个要染色得染半天呢，对吧？你看简单的啊，这个花头就出来喽，啊也还好，不是特别简单。这是我们的提高的一款啊，对吧？简单给它提一下，你看，就是其实跟大家讲啊，有很多时候它不是品种多，而是角度不同。知道吧？就比如说我经常说的一个人，你看他的侧脸和他的正脸，它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花也是一样，它的侧边看和我们的背面看和我们的正面看，它都不一样。所以并不是说啊，它的花头种类多还是怎么回事啊？它的花头种类是很多，但是它万变不离其宗的。它怎么变呢？它还是那样子，只是颜色可能变一变啊，造型可能轻微的变一变，就仅仅只是那样子。那都没学过，就学过小写意。其实你把小写意学好，你画什么，其实问题都不大，因为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笔法是相通的。啥配色啊？稍等一下啊，啊，你看这样一个花头就出现了啊，它笔法是相通的嘛，因为。对，不要把它画太圆就行啊。但是呢，也不能说不圆，就是不能把它画太圆，但是也不能不圆，明白了吧？那你看你画的不圆，它就不像是太阳型的了。如果说你画的太圆，它又不好看了。所以就得控制它啊！你看，第一要有破笔啊，笔要有破，怎么能不晕吗？调色控制好，你看啊，这样一整个。花头基本就完成了，是不是基本完成了？然后我们来画里边的啊，画里边的花瓣，笔蘸点白色，笔蘸点我们的白色颜料啊。好，请看一下啊，笔蘸白色颜料。蘸一点我们的啊，对太阳型的，蘸一点我们的玫瑰红一点点，颜色比较淡啊，六角形，颜色比较淡，看见了吗？一点点啊，比较淡。然后你看，我们在这个小圆球里边去刷什么呀？你看，
用这个淡粉色去刷一层，用淡粉色刷一层，刷完淡粉色以后，你看笔蘸铜黄加3绿，因为这一个花头叫做贵妃插翠，铜黄加点3绿，有点微微发绿，好，加点我们的花青。加一点点花青啊，别搞好六角形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眼力。然后你看啊，顺着花瓣去叠加，对吧？这个，因为它这个花头的花瓣造型就是绿色的，上面这部分它就是绿色的，知道吧？你看。因为它就是淡绿色的那个小花瓣，还带点白色的啊，还带点白色的，对吧？提一提啊，提一提。就是这种淡淡的啊，绿绿的这种花头，它就是它整体的一个效果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你看啊，这一些花瓣的一些，你看小卷瓣这儿，对吧？沾点绿色，铜黄，加点花青，颜色呢可以调厚一点，往下叠加。对吧？向里边叠加叠加，好，铜黄加点我们的花青啊，旁边这些地方都给它叠一叠。OK， 你看这样一个淡绿色的啊，淡绿色一些卷瓣就出来了。然后我们要加一点什么白色颜料去提亮。加一点白颜料去提亮啊，毛笔稍微涮一涮，不叠色也很好看。但是它这个花头的品种，它就叫贵妃插翠啊，它的品种叫做贵妃插翠，所以一定要把它画出那个样子出来。好，加点白颜料比较多啊，你看笔尖稍微加点白色，最后叠第2遍，你看啊。提一提白啊走开，对，体现出茶翠的感觉，是的，你看，向里边再提这个白色，二宝在翻箱倒柜中，对吧？提一点点的这个白色在这个花瓣上面，你就一定要去搞那个牌嘛，你啊，你别搞了，快点去那边，你去那边去，啊，你看这些白瓣啊，提在我们绿色上面，对吧？稍微提一点点。为什么要画绿？你们可以去搜一下这个花头的名字呢，叫做贵妃插翠，就是它就说花头上面它要有这种淡绿色的，它的花瓣它就这种淡绿色的，白绿的这种花型。OK 啊，你看，阿宝，你是一定要从那里进去吗？你出来，快点，快出来！哎，晕到。你看它里边就出现了啊，这种淡淡的啊，粉白的啊，这个花头。是的，贵妃插翠。可以了啊，对，这样呢，我们去搜一下，好的。它的花头上面啊，有绿色，也有白的。有白有绿有黄的啊。OK， 这个花头就画好。阿宝去学习，他使劲要把牌子给拿出来还不行吗？
行不行？给你把盘子拿出来，好吧，你别捣乱了。OK， 可以了。这样一个，你看这样造型的花头我们就完成了放射型的。OK， 然后呢，我们现在来画一下我们的叶子，顺道呢讲一下我们的构图啊，讲一下叶子，然后再讲一下我们的构图。构图呢，我们讲的这个叫上仰三线啊，上仰三线，什么时候合画？我用的是上仰三线的这个构图。首先这个地方啊，你看，对，要绿一点，还真有这个要绿一点。对，你看啊，这个地方你看穿过来啊，一个小小的枝干穿到这边去啊，这是一支，然后2支、3支，中间要穿一个比较宽的一个小枝干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先画叶子。不高兴了，你今天阿宝啊？好，我呢来调配一下我们的叶子的颜色啊。首先你看啊，笔蘸我们的铜黄，蘸一下我们的3绿，颜色呢加薄一点啊，然后呢加点花青，注意到要多放一点花青啊。花青多放一点花青，你这个叶子会比较好看一点。上仰三线，对，上仰三线讲的是一个构图，就是第一，所有的这个朝向，所有的内容啊，就是花头啊，如果说画3个头的话，这3个花头得朝上。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上仰三线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构图啊，比较常用的构图。喜欢请关注主播啊。然后我蘸一点我的墨水，笔尖蘸一点墨啊，你看，蘸一点墨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画第一层的这个叶子啊。第一层叶子，你看很明显啊，这个地方就是想好了，我们已经你看预留好了，就是这么从这边折过来的啊，就从这边折过来。所以说你看。我在旁边这个地方，你看，挑上去一个小枝，挑到这儿，你看啊，叶子加，你看点笔推大。你推大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可以少画几片叶子？明白了吗？对吧？你看，你把叶子加大，你是不是可以少画几个叶子？这个叫贵妃插翠啊，贵妃插翠。你看，你是不是可以少画几片叶子啊，家人们？你觉得有道理吗？叶子画大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少画一点，你开心，你好我好大家都好，对不对？开心，你们也开心，少画一点，不用开会，不用叶子开会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所以说怎么样把叶子画大啊？把毛笔托起来嘛，拖动毛笔。你看，首先它得画到这个地方顶住它，那这个地方要加叶子没毛病啊。你看，是不是你喜欢啊？对啊，叶子少一点你最开心呢。好，一个小叶子，你看加到那边，还可以再画大的吗？画大一点，对不对？你要画大叶子的时候，你就要多放一点我们的水，就多放一点水分啊，颜料要少，水分要足，就是颜料要少，水分要足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看拉长。对吧？颜料少，水分足，是不是？提一下色啊，你看，叶子是铜黄3绿加花青调的。对，那你没看懂，我再调一遍给你啊。铜黄加花青，铜黄多加点花青，这丝绸的感觉。你下笔丝滑一点嘛，加点花青，大半掌。大班长在摸鱼，你看加花青啊，这是第一层。好，第二层这个叶子再往下垂一点，你看，你看咱这一共也就没有几片叶了，是不是啊？一共就没几片叶子，完成。是不是啊？你看叶子是不是很少？然后你看啊，我顺着旁边这个地方，你看再加一片叶出来，
这叶子一共几片？你们数数看。蘸一下花青，蘸一下花青，学会了吗？把叶子画大，画大一点，你们就可以少画一点叶子了。但是也不能太夸张啊，就是你花还是要成比例，知道吧？不要太夸张啊。对，那一天有个姐姐画的很大很大，我记得，太过了有点。过来这儿，你看这边加个叶子，你看好怎么加啊？你看。来晚了，没看到画花头啊？看我一会儿还来不来得及再画一个，好吧？你看这个地方呢，还反手画，救命啊！那对啊，反个手而已，没关系的呀。这个地方啊，课程里有啊，对，对你有课程的话，就课程里有的，课程里边有个4尺的，我看大家交作业交的可少呢，那你看我辛辛苦苦的在那里给大家录4尺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可得交作业呢。4尺的整张绶带鸟啊、仙桃呀，我看交上来的人可少了，没几个人画4尺的。我看昨天搞了一个玉兔的，这个交的人蛮多，这个交的人蛮多的啊，还没学那么多呀。好的，你看这个地方啊，你看我直接从这儿下来，从这个地方下来穿进来。学12节课了，怎么样？感觉如何？你看毛笔把它，你看啊，侧过来一点啊，把毛笔这样轻轻的侧一点，要啥没啥。你看点过来，你看现在这个小边边，你看啊，给它斜过来画，所以它都画不完了，慢慢来吧啊。点一下，你看点，你看毛笔这样侧锋，你看哎拉过来。对吧？稍微虚一点啊，稍微虚一点。你看我为什么这个地方虚啊？因为那个地方要加别的东西，要加一些别的东西。从这顶上去，你看啊，1、2、3，顶着，向上拉一笔啊，向拉一笔，顶一下下，顶到这个上面去啊就好了。这个地方你看啊。穿一个啊小芽穿到下面，然后下面呢这个地方啊，你看顺势的可以加一个，顺着它加进来啊，一个小叶飘着的啊，是飘着的，飘到这下面去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样整一个造型它就有动态感，它比较灵活一点啊。你看给它加点动态啊，加点动态感。叶子呢也不多，叶子不多。然后这一边我们穿一点，你看老枝干。这个老干怎么加啊？你看，笔蘸的是我们的赭石。你看啊，毛笔蘸一点赭石，笔蘸一点我们的赭石色，加点花青，赭石加点花青，稍微加厚一点，不要太干，太干一会儿拖不动笔了啊。稍微加厚一点，不要太干，不要太干啊。然后呢，蘸一点我们的墨啊，墨我用的是胶墨啊，你看，这种胶墨超好用，一擦就到位了。然后你看这个枝干的表达啊很重要，从这个地方你看我先穿个枝下来，你看从这上面啊，你看点1、2、3穿进来啊，白天学吧，早上去遛狗。可以。你看啊，另外一边，你看从这个旁边给它接进来，点1、2、3，对吧？笔得控制好，这盆老墨放了 N 多久了？很长时间了。这个老墨超好用，每次我都存一点啊，存一点，对吧？给它提一提啊，这个地方。好，你看。那基本上我们这个花头造型就出来了，对吧？花头的造型基本就有了啊！你看
朝一侧的造型。注意了啊，这边叶子只能飞一个，你多长一个都不好看，明白了吗？这个地方的叶子只能长一个，你多长一片它都不好看，听懂了吧？所以不要把它长得太多啊，多一片都不美，知道吧？老莫是不存出来，就一直存着，一直存了很久很久。然后你看颜色清洗一下啊，颜色稍微洗掉，剩点清水，特别薄的情况下，好，我们再加一层。胖乎乎的手，哪里胖了？人家这手，你看啊，加点这个叶子啊，你看，对吧？一个小叶子，你看顺着它再加一点啊，你看这个地方，对吧？加点小叶子，你看啊，这个造型就完成了啊，对吧？对，人家瘦了，你竟然说我胖，难过。OK， 你看啊，这个地方不要扔，你看这样一块叶子是不是就完成了？叶子，然后我们这个花就完成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个叫什么呀？叫上养三线。上养三线，这个是啊，这个内容它是养的大概多大？稍等一下，我画完好吗？叫上养三线，也就是说这个内容是比较长的一个枝。那么我们这里可以，这个地方我们啊还需要再养着一个，需要再画一个枝干。咱们就说这一个枝干它不够，你看啊，慢慢的，你看，注意波动啊！天哪，你这认可我吗？那你好好学吧，跟着我就好了。啊，站一下我们的这个，我们暂定是下午2点钟啊。但是为啥不赢啊？控制的好啊，下笔快。这个叫赭石，站一下我们的花青，暂定是2点钟画荷花的。你喜欢我画荷花是吗？蘸一下花青啊，然后呢，我们蘸一点墨水啊，蘸一点墨水，蘸一点点这个浓墨啊。哎，好的，蘸点浓墨。然后你看，对，然后你看，我们顺着这个地方，你看啊，向上面去转折啊，你看，转折，或者是如果说你想要穿插的漂亮一点，那我教你怎么样漂亮。你看我在这个地方，你看啊，穿到这儿去。如果我这么穿，它会更好看。交代我们这个枝干的穿插关系，下午2点找不到直播呢啊！因为我今天我早上播了一场，来看这里，我加一个主枝干啊，你看，点1、2、3、4，看到没有？添出一个老枝干啊，添出一个老枝干。然后你看啊，这都是你们最不喜欢干的事情，画枝干啊。你看要欲左先右，你看从这个地方去。啊，你看，胶墨不是装裱会脱色吗？不会的，怎么就脱色了？你问一下其他装裱过的家人，不会脱色的。对，你问一下其他的家人们，没有脱过色呀，挺好的。我一直都是用胶墨的。好，叠一叠啊！你看这个枝干就穿到这边去，声东击西是吗？救命！啊，穿一个小枝干。继续的啊，你看像这些枝干，哎，擦上去，对吧？一个小干，快一点，啪一提啊，特别干脆，擦一下啊，就擦一下上去啊，你看。对吧？这些加细的地方，我们在未来呢，可就是接下来我们需要干嘛？你看，需要加点小叶子啊，都可以。你看这个枝干是不是穿好了？穿好一个枝干，然后你看你从这个地方，哎，你再过来一个枝干，它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，对吧？它的内容整一个就会很丰富起来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叫上养三线的啊，也是我们一个常用的构图啊，一个常用的构图。赭石蘸点我们的花青，蘸点胶墨，就你只要把它给放的时间够长了啊，它都不会那个装裱，你手工裱都不会脱的，放心好了啊。因为我一直都是这么在用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你看穿过去一个枝，搭在这一边，你看啊。
第3根破风眼，是的，可以这么理解啊，可以这么理解。你看这个枝干压过去，用黑一点的墨压过这个小盖儿啊，去压过去。点1、2、3、4，对吧？给它叠一叠。谢谢我红玉堂哥哥，你这今天终于有空来看我了。然后你看啊，另外的这个枝干顺着它，你看它一定是分开2个枝干，然后从这个旁边，你看这个地方出去，中间需要给它留点空位。你看啊，哎，过来搭到这里，1、2、3啊，往上提一提。这时花青沾点墨水啊，持续着啊向上去叠加。往上去，最近居家，我也居家呢，对吧？你看这个枝干给它出的啊，你看稍微有点变化一点，俺也在居家，对吧？你看简单的给它调整一下这个枝干啊，而且呢要区分出来它的长短和大小，这样呢整一个内容就已经表达出来了，对吧？整一个这个枝干的内容它就出现了，然后你看向上去叠加，枝干向上去叠加啊，居家1个月了，你看叠加到这个上面去。OK 啊，你看这样子整一个枝干以及我们的内容已经布局好了，你们可以截个图，对，可以截个图，对，可以先截个图，截完图打个1，对，截完图打一个1，然后我们一起来画这个叶子啊，一起来画叶子，对，截完图打1，对，雄起啊，蘸一下我们的花青，刚扔了，曾经的曾经，曾经啊，我的这个老墨呀被我们管理员给洗了，反正啥也没有了就。但是我存了已经半年了，存回来了。那一盘墨留了有2年多的，那叠的都快裂开了。管理员就给我洗了啊，对，他给我涮了，就啥也没有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同款宣纸啊，就这个效果在链接3里边，同款宣纸很好用。OK， 然后我们继续的啊，把叶子加上去，截图不完整，那一会儿截个整体的吧，好吧？你看啊，我也拍了纸，也已经到了，对，你看这个地方啊，你看从这弯上来，你看啊，哎，点，你看叶子大一点，我也拍了纸。我还以为那100张是1包的，当时我看到门口放着2包，我还以为天呐，买1送1呢，激动死我了。结果我打开一看，好吧，是我想多了。你看这个地方啊，点一下，因为我一直以为那100张是放在一个包里的，43开的，你看点一下拉过来啊，你看，哎，顺着它走，你看，哎，对啊，你看这个叶子，真的我就打开了，我还没开，我还跟我朋友说呢，我说天哪，这个店家怎么这么好，买1送1的。好了，结果我打开，我一看，哎，不对啊，那100张开的好少，然后我一数啊，它是一包是50张，醉了，蘸一下花青，没有没事，我都是我感觉好用，我就自己用那个另外一个号拍了一下。蘸一下花青啊，蘸一下花青，我可激动了那一天。我朋友说你的快递小区那里放了2个包呢，我说哈，怎么会有2个包？哎呀，看这啊，把它画好。你看这个叶子啊，哎啊 ，OK， 这个叶子啊，我们小一点啊，小一点。姜末怎么存？就一直不洗就行了啊。你看这个叶子画的小一点。你看这个地方再加点那这种长叶，就不洗就行，就懒嘛，就像我这样懒一点就好了啊。你看这个叶子这一块，你看你多存一点，这是个美丽的误会。
你看，你看这样子，这个整体的这个质感就有了。再继续的蘸一下我们的花青，蘸一下花青。继续的啊，你看我们这样子去表达出来，你看看我们这个整体的构图就出来了。这个叫什么？叫什么构图的？家人们还记得吗？对，还记得这个叫啥构图吗？构图要记住啊，不然你们怎么创作啊？创作不来了以后，就你们就像家人们现在最多的，你们可以去背稿，你们可以去背稿，就是可以把老师一些作品你背下来，就只能是这样子，把这个东西它怎么画，你去背下来就可以了。扭扭叶啊，你看就扭一扭，你看，因为创作离大家其实还是比较遥远的，对，还是比较遥远。就大家呢，尽量去背稿，我觉得背稿还是比较现实的，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内容背下来嘛。你看叶子穿插啊，叶子穿插的那个地方，你背下来以后，然后你就可以去随心所欲的画了。但是构图也是非常重要的，背下一张手稿，然后把构图记下来就很好。你看这个地方的叶子，蘸一点我们藤黄，蘸一点我们的花青，蘸一下墨水，对吧？还没看清就扭完了，那我扭的慢一点啊，扭的慢一点。对，这个叫上3线。你看这个地方啊，你看出来几个小叶，对吧？翻上来一片叶子啊，对，这个叫上仰3线。对，我还有时间我会再画一张，是的。你看，这样基本上这一块构图还有我们的整张作品就完成了。这就叫叶子的穿插啊，穿插关系。你看，放点清水，对吧？简单表达，时间过得真快。你看啊，这样我们这张作品就完成了呀。毛笔清洗，你看，加一点这种淡色的叶子在下面。你看今天叶子不多了吧，家人们？不用开会啊，不用开会，不用叶子开会。藤黄加一点我们的藤黄，加一点曙红啊，藤黄蘸点曙红在上面，上仰3线。首先第一步啊，它是一个花头，你看花头和叶子都是和枝干是往上仰的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没有？这个花头和叶子是往上仰的，看见了吧？就是往上抬着头的，这是第一步啊，对吧？是往上抬头。第二，你看3线就是我们这有，你看主干分为一干、2干、3干，分为3个干，这个就称之为上仰3线构图。我们构图里边呢有什么呀？这都是我们的前人们总结，就是前辈们总结出来经验啊，那些它还有什么叫双线构图，就是2根线条构图的。然后呢，还有单线构图啊，还有三角形构图啊，等等的，很多各种各样的构图啊，会慢慢的跟大家讲。3叉9顶就是一个叶子是牡丹的叶子的关系，就这有3个顶嘛，一片叶子有3个顶，然后它所有叶子就是一片枝干里边分为3个顶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一个叶子为3个顶，3片叶子是9个顶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子了。对角线，看加哪里啊？可以了，这样就 OK 了啊！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然后这一个简单的加一下我们的花蕊啊，简单的加点花蕊，没有对角线啊，没有出到对角线上，对角线在这里啊，我们没有出到对角线上。我们平时画画的时候要很注意对角线，你对角线它是那个死角一定是要避开的，一定要避开那个对角线。这个花蕊点成白色的蕊，点成黄色的蕊啊，就是我们在出枝的时候，你必须要避开对角线。好，我们调一下这个太白加藤黄，去点一下花蕊啊。有藤黄呢。
轮次，太激动了，画完了，画完就可以下播了是吗？啊，救命！颜料挤不出来了，一不小心挤多了，每次都是藤黄啊，太白加藤黄，太白加藤黄，搅拌搅拌，注意了，我们要这个颜色呀，颜料要干一点，水分要少一点。你看穿插进来，点1、2、3、4，对吧？你得把这个花蕊叶子多的你真迷糊，这个叶子不多了吧？叶子好少好少好少的。你看啊，这个花蕊就把它画在这个里边一点点啊，你看包括这个地方。简单的点缀一下，笔沾点白色再提一下。对吧？这样一个简单的乱放，又哪乱放了没有啊？我很温柔的好吗？对，我很温柔的，我很少说你的叶子有问题啊，这个 OK， 这张作品我们就完成了啊。没有啊，我们群里边很多家人们都是这个水平，我们群里边的基本上30%差不多，都基本上已经差不多这个水平。好。蘸点我们的浓墨啊，肯定有规定啊，它是必须点到花瓣中边啊，你不能说点到外面去，对不对？点点胎啊，点点胎，加到这个旁边，它是有规律的哦。就它是点在花瓣周边啊，不要乱点就行。OK 了，你看这样一点，这个质感就出来了啊。叶脉我勾一下，跟你们简单的勾一勾叶脉吧。妈呀，这个毛笔！这个叶脉我用的是胭脂去勾啊，笔沾的胭脂。我看看时间几点，有时间我们再画一朵就行。还有时间吗？哇，才9点钟呀！好耶，那要不要再画一张？就是你下笔的时候要点下去，要停顿一下，慢慢的把线拉出来。你不要很快的下笔，也不要很重的落笔，多少花丝儿。你看情况吧，你想多一点就可以多画点，我觉得可以多画点花丝会好看。对吧？这个叶脉啊，那个2乔休息休息吧，还好吧？对，这才时间还很早呢，还早呢，我们可以再画一张，倒也没事。太晚了就不画了，现在时间还早。就是跟你们说，如果你们要偷懒的话呢，你叶脉不是你那个叶子可以画大一点，对不对？你要偷懒，你叶子画个基础的，可以啊。好呀，基础的我开心画基础的。OK 啊，这个叶子勾线笔是几号？勾线笔是，哎，我帮你们上个勾线笔，稍等一下啊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行了，啊，然后如果说